大家好，我是花千芳。本来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这个关于北部湾内试收沉船的这个事情，以及这个是吧北海舰队的那句俏皮话“鸡先动手”的，鸡先动手的，那当然要收拾鸡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但是谁也听得出来啊，鸡先动手的，你这明明白白就是去找茬去了。本来我今天是要说这两件事要大说特说的，但是说实话，因为特朗普突然遭遇枪击，所以说我们赶紧抢新闻去做那些事情去了，做了7、8段，我有点累了啊。累了，我们也得说说这个北部湾这试收沉船这个事儿，以及这个鸡先动手的这句俏皮话，我把它们就综合到一起，敞开了随便的放松式的跟大家聊一聊啊。我们先说北部湾这试收沉船这个事儿啊，但是这样，大家首先得知道北部湾在什么地方，然后再去解读这个新闻。毕竟它这个新闻给的这个内容太简短了，对不对？就在北部湾有试收沉船出现，然后提醒往来船只注意安全，就这么一句新闻，它也没有什么细节，所以说确实说起来很难解读。但是你要是熟悉地缘政治学习，或者说略通大国战略观察的话，其实还是能够解读的这个点挺多的啊。首先大家得知道这个事发这个地点在哪儿，在北部湾这个地区。北部湾这个地区是中国与越南，大概在广西和海南中间那个稍下边一点的那个地方。那个地方出点什么事儿？你要说出现什么这个激烈的攻防战什么是吧？我军跟外军什么在这个地方展开了什么暗战，这种可能性比较小，因为这个地方距离菲律宾就过分的遥远了，距离日本就更远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在这个时间段落之内，你指望我们台湾省的某些人某些安全组织是吧，在这个地区搞点什么任务，这也不太现实，他们也没有那个胆子，他们也没有那个实力。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试收沉船这个事情，我怀疑大概率是这个海军演习所弄出来，那么试收这个靶舰是吧，把他们给打沉了之后，他们担心来往的船只受到影响，所以说向大家通报一声，这种可能性应该是更大的。至于说北海舰队的那句鸡先动手的，那明显就是一句俏皮话，或者说他们有哪些任务完成的比较漂亮是吧，然后拿这个事儿然后呢影射一下，这个也是完全有可能的。但是你要说什么激烈的重大的这个事情的话，应该也不至于。而且大家还要注意啊，北部湾和北海舰队这差得远了去了，这可不是一个地儿啊。北部湾是在南海，然后北海舰队很明显它不是南海舰队，你知道吧？它在南海这块跟它就关系不是特别大。所以这两个事儿牵强附会的硬拉到一起，咱们得承认啊，现在是大家都要流量，我们可以理解，但是有些事儿也别胡乱解读是吧？你解读了半天，让咱们一听跟常识都配不上套。为什么我们就要经常聊地缘政治学习呢？因为某些地区它固定地点所出现的固定的这些事情，是受环境和各种客观因素影响的，它不会莫名其妙就出来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发现了最近制造假新闻的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了，然后捕风捉影去套各种热量的这种行为也是越来越五花八门的。此前的时候我还愿意呼吁一下，对这种事情不能看着它这么胡闹下去。我跟你说，从这以后我也发现了啊，这种事情其实是大势所趋，大家都想要流量是吧？那你就都那么干吧。搞不好从个人到平台到相关部门都有这种客观的需要，那你们愿意这么玩你就这么玩去。然后对于我来说呢，我也明白很多朋友也愿意看我登高一呼是吧，带领大家热血沸腾的。但是咱老花7、8年出生的，对不对？属马的，咱已经是大人了，那种小孩的把戏既然有的是人去干，就不缺我一个了。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、踏踏实实的去了解这个世界。毕竟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复兴，它不可能建立在忽悠的基础之上的，对吧？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。而你要想有实力，尊重客观事实也是最基本的要求。尤其我们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能捕风捉影的，这弄出来个神儿，那弄出来个仙儿。有关国运呢，有关民心士气的这种东西，偶尔说一两句无伤大雅。但是日子这个东西，你终要脚踏实地的去过。当然了，以上这些东西是我个人的认知，我对这个时代的影响也有限。那么我们就祝福其他这些愿意搞事情的这朋友们，把你们的影响力越搞越大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不会给大家扯后腿。那么关于我想踏踏实实做新闻这个事儿，我也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够理解我。好，看新闻吃大瓜，看不懂的新闻找老花，老花是作家，其实我也看不懂，也是雾里看花。